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深夜楼梯间的脚步声。我叫李晨，刚满30岁，和妻子如烟结婚不到1年。结婚后，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某天，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向我们推荐了一栋价格低廉的独立屋，说是前屋主急售。我们去看了一下，尽管房子有些老旧，但整体干净整洁，结构也很坚固。以这个价格来说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毫不犹豫，我们签下了合约。搬进新家的第1晚，我们忙到很晚才上床睡觉。凌晨时分，我迷迷糊糊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楼梯上慢慢地走着。咚咚咚，脚步声沉稳而缓慢，仿佛刻意踩在木质台阶上。我睁开眼睛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只能听见如烟均匀的呼吸声。我安慰自己，可能是老房子的木头因为温度变化发出的声音。就在我刚要闭上眼时，那声音又响起，这次更加清晰，还伴随着一种微弱的摩擦声，像是什么东西在拖行。我坐起来听了一会儿，最终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慢慢推开卧室门。楼梯口空无一人。我打开楼梯间的灯，沿着楼梯走下去。客厅、厨房、洗手间全都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当晚再莫发生其他事。第2天早上，我将这件事告诉如烟，她笑我大惊小怪，说可能真的是木板变形发出的声音。我也没多想，毕竟新家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满意，这点小插曲不足畏惧。可问题并未结束。接下来几天，脚步声每晚都会准时响起，有时是在午夜，有时是在凌晨2、3点。声音始终在楼梯间徘徊，像是某个看不见的东西正在那里游走。如烟开始变得紧张，某天甚至告诉我，她感觉有人在楼梯上看着我们卧室。我笑着安慰她，说可能是她太累了，想太多。但我也感觉到一些异样。半夜起床上厕所时，我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，脖子后面一阵发凉。每次回头看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楼梯间的灯也开始频繁闪烁，有时甚至会自己熄灭。终于有一天，如烟告诉我，她在凌晨听到了低语声，那声音很低，但似乎就在卧室门外响起。我起初以为她是在胡思乱想，直到某个晚上，我自己也听到了。那是一种轻柔的呢喃声，像是某个女人在自言自语，但语调断断续续，根本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。我决定安装一部监控摄影机，对准楼梯间，想看看能不能拍到什么。当晚，我和如烟躺在床上，通过手机观看摄影机的即时画面。一开始什么也没发生，直到凌晨2点，一个模糊的影子突然出现在画面里。那影子像是一个人形，但动作僵硬，慢慢地从楼梯顶端向下移动。他的手中似乎拖着一样东西，长长的，包裹着什么。我感觉背后凉意直冒，屏住呼吸继续看着。那影子一步步移动到楼梯底端，然后消失在画面中。如烟颤抖着抓住我的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敢再住下去。第2天请了一位灵媒来到家里。灵媒一进门就脸色大变，指着楼梯说，这里埋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怨气很重。按照他的指示，我们拆开了楼梯底的木板，在下面的泥土里，我们挖出了一具腐烂的尸体。尸体被铁丝紧紧缠绕，嘴巴张开，骨头扭曲，仿佛死前经历了极度的痛苦。我们报了警，警方调查后发现，尸体是前屋主的妻子。几年前，这名女子突然失踪，警方怀疑她遭到谋杀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尸体。现任屋主，我们买房前的上一任房主，也早已搬走，去向不明。如烟再也不肯住在这里，我们暂时搬到旅馆。但在旅馆的第1晚，
那诡异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。我起初以为是错觉，直到凌晨时分，我发现如烟坐在床边，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。你怎么了？我轻声问。如烟没有回头，仅仅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抢了他的家，他不会放过我们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急忙开灯，却发现如烟的脸色苍白，双眼无神。他缓缓转过头，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他让我告诉你，我们应该回去。当晚，我把如烟送去医院，但医生检查后说，他的身体并无异常，只是精神有些紧张。他沉默地坐在医院的椅子上，眼神一直盯着地板，像是在听什么声音。我回到家收拾东西时，发现楼梯口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对夫妻站在楼梯旁，笑容甜蜜，但他们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身影站在阴影里，面无表情，直勾勾地盯着镜头。我从未见过这张照片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当晚，我听到了楼梯间那熟悉的脚步声，这次她仿佛不是在楼梯上，而是在我的身边响起。我猛地回头，什么也没有。但当我低头时，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旁多出了一个模糊的人形影子，紧紧跟随着我。最终，我没能逃掉。几天后，警方在那栋房子的楼梯底下发现了我的尸体和另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楼梯旁站着一对夫妻，而我就站在照片的阴影里，直勾勾地看着镜头，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笑容。这栋房子还会继续等待下一个不幸的住户。废墟镜中的诅咒。我是林泽，一名专拍废墟和诡异题材的摄影师。我总觉得自己的作品少了一些震撼力，于是想要挑战一些更有故事感的地方，拍一组真正能让人感到恐惧的作品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听朋友说城郊有一栋废弃多年的老宅，传闻里闹过鬼，还有不少人声称看到过奇怪的影像。我当时笑了笑，心里却打定主意要去看看。老宅很偏僻，周围树木丛生，连路都被杂草掩盖。找到它时已经是下午。这是一栋3层高的老式洋房，窗户玻璃几乎全碎了，墙上长满青苔，屋顶塌了一角。房子的门是虚掩着的，轻轻一推便发出刺耳的嘎吱声。我走进去，脚步踏在木地板上，发出空洞的响声，里面是一片死寂，仿佛这地方已经和外界隔绝了。屋子里的空气有一种腐败的霉味，地板上散落着一些破烂的家具和杂物。我开着相机随手拍了几张，画面里的光线很阴冷，细节却充满张力，让我很满意。走进客厅时，我发现了一面完整的全身镜，这在这样的废弃老宅里显得特别突兀。镜子几乎没有灰尘，框边还雕着复杂的花纹。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里面自己的影像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不舒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背后盯着我。我迅速转身，背后什么都没有，但这感觉挥之不去。我再次把镜子拍进了镜头，却发现照片里的东西和我看到的不一样。在照片里，我的背后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一身就是白色长裙，头发垂到胸口，低着头，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。一瞬间，我的背上冒出冷汗。我僵硬地回头确认，身后空空荡荡，只有镜子里映出的房间。我安慰自己，可能是镜面反光造成的错觉，将相机放下，用手擦了擦镜面，但无论怎么摩擦，那女人的影像都不在镜子里出现。可当我再次抬起相机拍摄时，她又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我感到头皮发麻，开始后悔来到这里。可摄影师的职业病让我有一种矛盾的执念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可能只是因为镜子的老旧材质造成的重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拍摄，尽量忽略掉那诡异的影像。随着天色渐暗，我准备结束拍摄。当我走到门口，正要推门离开时，
却发现门怎么也推不开了。我试着用力拍门，却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房子里回荡。这时，我感觉背后有一阵微凉的气流拂过，我猛地转身，看到那面镜子不知什么时候被移到了走廊中央，而我明明记得它原本是在客厅的角落。镜子里的房间依然映出，但这次不只是我。那女人又出现了，这次她慢慢抬起头，露出了一张苍白且扭曲的脸，眼神空洞地看着我。我吓得退后几步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当我低头准备掏出手机求助时，镜子里的画面突然改变了。我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我，而是一个满身泥污、表情痛苦的自己，正用力敲打着镜子，口中无声地呼喊着救我。一股寒意瞬间袭遍全身，我试着逃跑，但屋内的空间仿佛无限延伸，我怎么跑都回到镜子面前。而每次看向镜子，那女人就更靠近一步，眼神越发疯狂。最终，我感觉脚下的地板在颤动，身体一个重心不稳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拉进了镜子里。四周陷入一片黑暗。当我再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自己站在镜子内的世界，外面那间破旧的屋子看起来熟悉，却无比陌生。我敲打着镜子，试图呼喊，但外面的人无法听到。忽然，我看到一个男人走进了屋子，正是我熟悉的摄影师朋友，他正在四处拍摄。我惊恐地意识到，现在的我已经变成了那镜子里的影子，而新的猎物已经来到这里。他看到了镜子，举起相机对准他，我想要警告他，可我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低沉的嘶吼，像是根本不属于我。他皱起眉头，开始一步步靠近镜子，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步入同样的命运。出租屋里的诡异泛黄日记。大学刚开学，我搬进了一间破旧但价格低廉的出租屋。房东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，他领着我看房时只说了一句：地方有点旧，但住着还行，房子不大，一室一厅，墙皮脱落，角落还有些潮湿。不过对于一个没多少积蓄的学生来说，这里已经算是很好的选择了。整理房间时，我无意中在床下发现了一本发黄的日记本，封面简单到几乎没有任何标记，只有边缘因为时间的关系变得毛边发脆。我随手翻了几页，内容大多是些流水账，住在这里的人记录了每天的琐事，房间的问题，对生活的不满，甚至连房东的坏脾气也被记下来了。这些文字显得毫无特别之处，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几页。10月3日，隔壁的工人在凌晨死于施工事故，钢筋穿透了他的胸口。我皱起眉，日记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而具体，仿佛在陈述一件既定的事实。我想，也许这是写日记的人爱写故事的一部分，毕竟这听起来像是什么恐怖小说的开场。但2天后，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了新闻报道，隔壁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上，一名工人因意外而死亡，事故的情况和日记里记录的完全一致。我感觉有点怪异，但随即自我安慰说，这也许只是巧合。不过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日记里的记录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。10月5日，楼下的老太太死于心脏病发。老太太是住在我楼下的一位老人，我搬进来时还碰见过她。她的身体看起来并不算特别健康，但也绝不是奄奄一息的样子。可就在第2天早晨，我听到楼下传来救护车的声音。隔天，房东冷漠地告诉我，老太太昨晚去世了，年纪大了，也算是正常的事。当天晚上，我把日记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每一页都记录着一个事件、一个人和他们的死亡。每次事件的发生日期和内容都极其准确，仿佛这本日记能够预知未来。最后一页，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时，手中的日记差点掉到地上。10月10日，新搬进来的学生将死于夜晚，死因不明。
我感到头皮发麻，这里记录的新搬进来的学生分明就是我，而今天是10月7日，距离那个日期只剩下3天。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但从头到尾，日记里的死亡预言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现实。我试图说服自己，这只是前房客恶作剧的文字，完全不需要当真。可内心的恐惧却无法驱散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留意周围的动静。每晚我把门窗都锁得紧紧的，甚至还搬了一个柜子顶住门口。但夜晚仍然让我感到不安，尤其是当一阵低沉的敲击声响起时。第一晚，声音从墙壁传来，规律而缓慢，咚咚咚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里面靠近。我鼓起勇气敲了回去，声音立刻停止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那敲击声又出现了，这次是从天花板传来。我抬头看着吊灯，灯在微微晃动，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触碰它。第二晚，声音更加诡异，我听见有人轻声叫我的名字，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。林浩，林浩，那声音低沉而沙哑，既熟悉又陌生。我靠近门缝，朝外面喊：“谁在那里？”门外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答。但当我回到床上时，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它离得更近了，仿佛已经进入了房间。我不敢再继续住下去了。第3天一早便去找房东，告诉他我想退租。他听完后只是冷冷地说：“你不会是因为那本日记害怕了吧？”我一愣，房东怎么会知道日记的事？他冷笑了一声，补充道：“每个租户都会找到他，然后他们都会问我这些问题。那是谁写的？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会成真？”我急切地问。他顿了读，低声说：“那日记本是留在这里的房子的一部分，它记录的东西是这里的规律，谁也改不了。”他说完便不再搭理我，转身离开。我的心情越来越不安，夜晚变得更加漫长。到了10月10日，我几乎不敢闭眼，整晚都保持着警惕。可越是害怕，疲惫感越是侵蚀着我的意志。我终于抵挡不住，闭上眼睛睡住了。我醒来时，周围是一片黑暗。我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地板上，脖子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一样疼痛。最诡异的是，手边的那本日记又出现了，它正打开在最后一页。我看到上面写着一句话：10月10日，新搬进来的学生已死，成为了下一位作者。我浑身颤抖，试图站起来，但脚步却仿佛不听使唤。我摸向镜子，看到里面的自己苍白无血，眼神空洞。而我的身后，隐隐约约站着几个模糊的人影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我终于明白，那日记是无法摆脱的诅咒，每一个读过它的人，最终都会成为它的一部分，而我也逃不掉这命运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